咬着牙坚持啊。我是最棒的。我相信这一刻的温情会让罗汉华终身难忘。欧阳也把掌声欢呼声送给我们60公里组的选手。欢迎来到2025宁海越野挑战赛，王者正在出发这一刻，祝福大家！当时也是一个很小规模的一个比赛，当时也没有100公里，最长也只有42公里，很简陋的，就一个板子，上面写的宁海越野挑战赛。起点就是一条那个红色的那个冲刺带一样的，对，就是那样的，根本就没有拱门啥的。那个时候其实更像现在的那种社区比赛，但是现在这个整体的规模就是国内数1数2的。其实跟现在区别挺大的啊，因为那时候呢，也从来没想到过现在这个规模。而且那时候是纯粹以兴趣来驱动啊，比如说，哎，看到这里一个赛道很漂亮，刚好50公里，然后做个50公里的越野赛，纯粹是玩为主。整个赛道特别棒，因为这个赛道是103公里吧，现在，然后将近5000的爬升，然后其实硬化路特别少，可跑性特别强，也有一些有技术路段的那个路面，这个整个组合起来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越野跑选手来说，那是特别好的。规划的比较合理，可跑性强嘛，然后赛道丰富。精彩的地方像我们的大腿柱啊、清水期啊，或者还有赛道的可跑性强、流畅性好。我的理念其实就是更好的让跑者们能够跑起来，因为我觉得如果越野赛的话不能跑起来，纯粹的徒步的话也不叫越野跑，我觉得还是能够就是跑起来，然后结合一些当地的一些美景，这样我觉得是更好。世间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保留了，而且是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中国最早最长的那个登山步道。我们从2016年开始，这个比赛啊，从东部转移到西部来啊，也是因为靠近跟徐霞客，这个西门城楼就是它出发地方。那你也看到我们现在起点跟终点都在西门城楼，所以它跟徐霞客其实有很深的一个渊源。是这个赛事的整体的竞争力很强。我觉得宁海100是国内100公里里面竞争最强的一场比赛吧。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2020年那一届，其实那一届是我所有跑过的比赛里面 ITI 表现分是最高的。然后基本上每年我都觉得我会以宁海作为很重要的一场比赛来进行备战。然后通过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我这全年的一个竞技水平吧，因为看了这个精英名单，你就知道，哎，今年肯定又是很精彩的一年。我参加了6届，前面6届，然后基本上每次我都进入前8，但是就是没有拿过冠军。我觉得23年有一点点遗憾，23年最后拿了亚军，然后是最后的20公里落后的，然后我觉得还是希望在这条熟悉的赛道上面拿一次冠军嘛。23年因为是我曾经拿过了18年、19年、20年3年的冠军嘛，然后23年其实我是想冲击一下4连冠，在赛前就是也受伤了，所以说没办法，中途的时候
没有竞争，没有跟冠军的竞争的。然后当时我想，就是这条赛道和宁海其实对我感情很深的，所以说我就想着完全走也要把它走下来。然后最后是15个多小时，然后就走回了终点。我又回到了这里，就是我还是想实现一下自己的第4个冠军吧，还是对。报人奖牌，谢谢，祝贺你。我的理解里，朋友就意味着快乐，就是我可能对朋友的定义比较高，就是我觉得我成为上朋友的人都是在一起很快乐、很舒服的人。通过宁海越野挑战赛，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通过一起团队的合作，我们也收获了团队的友谊。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我们的志愿服务也得到了选手的认可，我们非常有成就感。我参加宁海越野挑战赛的志愿服务活动已经有10多年了，受运动员这些努力、拼搏、不放弃的这种表现，因为有他们在比赛，然后让我们能学习到更多的一种体育拼搏的精神。虽然我现在离开大宝公司了，但是我们之前那些同事，我们每年都会来一个合影。对。我们说的比赛不能说只在讨论，哎，我们的搭建怎么豪华啊，是吧？气氛怎么热烈啊，对，或者说补给怎么丰盛，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啊。我觉得更多层面是什么呢？就是说，尊重这个自然，对，选手之间相互尊重，我们赛事跟跑者之间怎么去相互尊重、相互成长？我觉得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可能性去成长，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也能够让我们这个行业更加健康去发展。